在湖南鄉野深處，藏着這座耗資數億、荒廢多年的江南第一度假村。踏入大門，沿着一條柏油路走向山野盡頭。昔日規劃精緻的山莊，早已褪去所有繁華，只剩山野靜謐與歲月荒蕪。村子裡大大小小的獨棟洋房靜靜空置，瘋長的草木慢慢吞沒規整的道路。大門口的百年古樟蒼勁如故，默默見證着這片土地的起落興衰。深山之內景致依舊完整，如來寺、仿古土家樓、瞭望塔、長廊假山靜靜矗立，還有1公里仿古城牆，化作山野間小眾的野長城。但是我們意外偶遇了一位獨居的爺爺，他守着這片荒城，種菜垂釣，飼養家禽，過着幽蘭清閒的山居生活。這裡曾經耗資數億而打造的度假秘境，終被時光擱淺，令人唏噓惋惜。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而導致這樣的一個度假勝地荒廢在這裡呢？今天我們就去解開這裡的疑惑。走遍湖湘大地，領略風土人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在我身後，這裡就是被稱為湖南江南第一度假村。據說當年為了建造這個度假村，耗費了數億元，占地面積更是達到了1500多畝。可是由於一些問題，導致資金鏈短缺，所以這個地方就停止運營。據說在這個裡面還有高爾夫球場、狩獵場等娛樂設施。那我們今天就走進去看看它的現狀如何。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去看看吧。Hello， 大家好，這裡就是所謂的江南第一度假村。從這個大門口來看呢，這個大門樓牌是非常的大氣啊，但是現在已經顯得非常的破敗不堪了。這個江南第一度假村坐落在湘潭的一個村鎮裡面啊，門口現在顯得非常的荒涼啊，這個大門都被圍牆給封住了，所以我們只能走旁邊的小路進去。這有點像我們去探訪那個石家大屋。走進來，這裡的視野突然變得非常開闊呀！啊，鏡頭前看看是什麼？當地村民在這裡面種了辣椒、蔬菜，對吧？啊，現在這裡面非常的安靜啊，已經沒有人在這裡來遊玩了。這棵古樹，樟樹，看樣子是一棵古樹啊，你看看，上面有名木保護牌。有多少年的歷史？到今天為止有125年的歷史了。哦，這棵樟樹長得枝繁葉茂啊，你看這裡面環境其實還可以哦，到處鬱鬱蔥蔥。你看這裡面還長了好多這種果子哎，像這個果子我們剛剛用手機查了一下，應該是可以吃的耶，很多野果子。啊，鏡頭前的這棟建築看上去應該是一個辦公樓，這裡還修築了一個假山。我們先去往這邊走走看吧，那邊看上去顯得非常的荒蕪啊。你看以前這個地方真的是耗費了數十億打造的度假村。這裡面還鋪了這種柏油路啊，以前是應該做的規劃，肯定還是可以了。它還安裝了風能、太陽能集一體的
這種路燈啊，對吧？是的。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来这里了。哇，这里长了一大片的这种野果子。你看那里掉了一地。是的。你看镜头前的那栋建筑应该是一个仿古建筑吧？那个是瞭望台吗？它的右边的那栋建筑。可能是吧。我们从这里过去。那里能进去吗？我这不是进来了吗？哇，这里以前是做什麼樣的用途啊？這裡，哎呦，這也就算是一個毛坯啦，只是把這個地基房屋建造起來了。我猜這個地方可能以前搞過那種祭祀活動啊。你看這個地方都燒了香。哦，是的。這裡還畫了個佛祖的頭。哦，以前這棟房屋不曉得是做什麼用途。這裡還有樓梯可以上去。哦，這裡可以上到2樓去。走啊！還上去看一下嗎？所以說，這些錢投進來啊，真的就是打水漂了。這2層，哇，這上面都有掉下來的風險呢。哦，鏡頭前好像是一對父子，也是到這裡面來玩的，聽着音樂。啊，這裡錯落有致的分布了一些房屋在這裡面。好了，不知道以前這個房屋是做什麼用途的呀？是一棟仿古建築。好，走了，下去吧。走，我們繼續往裡面去走。這裡有1500多畝。你說那個高爾夫球場它有沒有草地啊？肯定不會有啊。這裡都沒路了，走。再過個1-2年，這種房屋完全會淹沒在周邊的雜草、雜樹裡面。前面這裡又有一棟仿古建築，這棟顯得更大氣一些。是的，剛剛是往哪邊上去啊？你看這棟房屋，基本上就是紅磚搭了一個毛坯，更顯得非常的簡陋了。風景如畫，對吧？那塊石頭上面雕刻的。我們看到這裡面啊，
雜草裡面掩藏着一棟磚房。看一下，里面還修築了一個亭子，但是估計上去的路呢，基本上被雜草封住了。在這塊石頭上面有一個指示，我們往這邊走看看。這裡有個箭頭。好，我們往這邊走走看。看這些茅草啊，都快封住路了。這裡是人工開挖的一塊池塘。我們剛剛從一條小道一路走到這裡來，我發現這裡的環境真的是特別的好。在我旁邊，我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這種大塊的岩石，而且這種岩石啊，看起来都非常的規整。不知道是當时是在這裡就地取材放置在這裡的呢，還是從別處運送過來的。在我面前啊，我看到了有一個石頭做的一個拱形門。這上面還刻了字啊，這個叫什麼？這是什麼字啊？認識嗎？這好像是以前的文字啊。這裡是上面刻的什麼字啊？洞天福地。哦，要從右往左邊念。啊，是的，洞天福地。哦，這裡是一棟房屋嘞，這裡還修築的是2層樓房哎，但是看樣子連以前窗戶都沒有安裝，就廢棄這裡了。一頭大象。對，這個也是從其他地方運送過來，安放在這裡的。你看，這裡以前好像應該是可以住人的。剛剛我們走到這個度假村的大門口的時候，碰到當地的村民，他告訴我們，這個開發商的這個老闆吶，當時建造這個項目的時候，在他們家住了3年，來監督這個工程的進度。後來因為各方面的原因，資金斷裂，然後再加上他有心臟病，所以呢就去世了。那麼導致這個項目停工了。那麼他的老婆呢，跟他們家的司機私奔了，捲款逃走了。後來這裡面的所有的項目呢就停工了，而且這裡面呢負債了幾千萬。當時投資這個項目的一些股東們呢，他們也是自願的，所以呢，他們這些債務呢就只能是成為了一個死賬了、爛賬了。他們就只好自認倒霉了，只能是自認倒霉。当然，這個故事呢，不曉得是真實性是否可靠，我們也沒法去考證，只是聽當地的村民講，真的就是小型別墅啦。你看，都是安裝的這個瓷磚吶，裡面啊上面還安裝了監控，所以安全措施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啊。哦，這裡是有一個水庫，對吧？我猜這個地方可能是為那些魚友做的一個釣魚台。對，以前可能你看這裡雜草叢生了，都不好下去了。以前可能來這裡度假的遊客們呢，可以到這裡來釣魚。這條路走的人就看上去非常的少了，雜草都快漫上道路了。啊，草都長得有比人還高了。這條路顯得比較幽深。這山裡面的空氣啊，真的非常好，是吧？是。啊，據說這裡有高爾夫球場，還狩獵場，真的是旅遊設施項目一應俱全。我看一下這個，嘗嘗味道好吃不？那個最好不要直接吃啊，要洗一下，對不對？為了防止
有灰塵或者是有虫卵之類的。哦，你看，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麼樹莓呀，在野地裡面摘的。哦，這個有點像楊梅。是的，要洗乾淨才能吃。這個東西，我通過資料查了一下，他說它可以補腎，補腎清脾。哦，是中藥，有中藥的那個成分，是的，它是屬於一種中草藥吧？是中草藥。嗯，特別甜，剛剛洗了一下，好甜的。所以等一下摘一點回去做果醬。哇，這要是一個人走到這裡面來啊，還是有點忐忑不安，是嗎？恐怖啊，感覺有點害怕。你看，但這個看樣子是一節一節的吧？一個這個亭子大概有30米長。前面好多房子嘞。是的。你猜這裡面還有人住嗎？我猜肯定是沒人住了，因為這個地方蚊子好多，我覺得人應該待不下去吧。是的，在這樣的荒野裡面啊，沒法待的。你看這裡的房子啊，全部都是毛坯，都是幾層的洋房，建造風格都差不多。這條路是修了這種簡易的柏油路，這如果是泥土路的話，早就長滿了雜草了。這棟房屋也是修築的這麼大，全都淹沒在雜草當中。蚊子都是嗡嗡的響的啊，前面的路都不好走了。如果這個地方當年沒有停工的話，將它完全的修築好，然後對外開放的話，真的會稱得上江南第一度假村，是吧？據說在這個裡面還有那個城牆的遺址吧？是仿長城是吧？是的。對面有一個又是仿古的建築啊。看樣子規模還是很大呀。哇，這裡是真的稱得上是一個度假王國啊！以前我們去探訪過益陽的江南古城，對吧？裡面也是很多荒廢的房屋，也是各方面的原因資金斷裂。再加上周邊的配套設施不齊全，人流量比較少，導致廢棄了。益陽的江南古城，它那個裡的建築好像都是好高棟的吧，一大棟一大棟這種。它這裡是一小棟一小棟小型的別墅。我覺得這種地方更有意境一些。它這個涼亭建在水池中央啊，建的還有蠻多，規模還有蠻大嘞。你看，這些房屋真的就是打了個地基，然後修上去，整體一個毛坯，完全是沒有做任何的裝修處理的。那這裡是可以直接下到涼亭下面去。我們去這裡看看。
這個地方釣魚還挺好的。這裡面應該以前是放了一些魚苗吧，供這裡面的游客来這邊釣魚的。啊，那栋建築，不知道可不可以走過去，我們去看看。假如這樣一棟房屋一家人住，還是比較有格調的啊。啊，這裡又有一棟，跟剛剛那棟又有點区別啊。是的，粉色的。啊，還是可以啊。哇，这里是不是有人在这边搞養殖啊？是吧？你看整個這邊呢，哎，那裡還有車子哦，有人在這邊釣魚哦。看一下，哎，養了雞嘞。有人養了雞是吧？我的時候怎麼聽到了雞叫聲？雞的聲音呢？哇，這裡好像就有人住了嘞。房子哈，這裡好像就有人住了。是的。哦，整個這邊又有房子，還有車子在這裡。哎，你好，請問你是住在這裡面的村民嗎？你是住在這裡面的村民嗎？什麼的？我是說你是住在這裡面的嗎？哦，這裡面還有人住啊？這裡面還有人在這邊住啊？哦，你在這裡住啊？有船有水，有電的，怎麼不好啊？剛剛這位大叔說他一個人住在這裡。那個是什麼？啊？那個难道是一個觀景台嗎？哦，你看这都還養了狗哦，這裡應該不止他一個人住在這裡。你看，整個周邊看上去好像都有人住，到那邊都有人住啊。它這棟建築以前是修建出來做什麼用途的？這裡有個樓梯可以上去。它這裡就是一個亭子吧？看一下。哎，小心一點。荒涼至極呀。以前這裡會是一個前台嗎？到處雜亂無章啊，破敗不堪。這裡上不去的，我們只能從那邊繞過去。下去。哇，這位大叔一個人生活在這裡呀，在這裡開墾菜地，有蜘蛛網是吧？是的。哦喲。哦喲，估計上不去了。拿棍子上。這怎麼進去啊？哇塞，你看這兩棟房屋啊，建在一起，中間全部是雜草給封住了。這棟樓看樣子是仿福建或者是仿廣東那邊的土家樓的設計，對不對？哇，你看這個房子上面寫了一個英文 "Run"， 快點跑。好，這邊好像寫了一個像冤字一樣的，上面一個寶蓋頭，下面一個鬼字。哇，這個地方感覺好詭異的。你看，全部是雜草。來，快點。這棟房屋應該是進不去了，這裡完全給草給封住了。那麼我們還是進去看一下吧。既然來了，就探險到底。看一下這個房屋的，這什麼？活着咒哦，一隻眼睛，好恐怖啊，感覺。客家
的那種土家族的樓房。哦，這裡有一些丟棄的衣服，難道以前裡面有人在這裡生活過嗎？一些丟棄的衣服。啊，它是一個房間，這是一個房間，然後這邊是有一個，哦，這裡應該是做的一個衛生間，是吧？它看上去應該像是一個衛生間。這裡的話重新刷了漆了，刷了，粉刷了一下，啊，然後中間的這個格局呢，又是仿古的建築。我們圍着這邊轉一下。上面和下面的格局都差不多，整個這裡就屬於一個毛坯。還沒有正式投入使用。還可以到樓上去。哇，对面也是一棟樓房。以前這邊呢，真的是當初做的一個規劃，理想真的是非常豐富，現實非常殘酷啊！你看，不知道這個野長城和北京的八達嶺萬里長城的對照相比是有什麼樣的區別啊？哇，完全在草叢裡面穿梭呀！這裡一棟孤零零的這麼一棟這麼大的建築，在這個路邊啊，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做什麼用途的？哇！這是一個個洞，這裡面是什麼呀？以前那裡是一個灶台哦，但是這下面有一個這個洞，裡面是做什麼的呀？哇，小心一點啊，看一下，那裡面是什麼？我看一下，下面就是一個坑，然後裡面有水。哦，那就是地下室了。是的，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沒水。以前這裡搞過灶台，在這裡煮過飯，就這樣荒廢了，就是真的是只做了一個毛坯在這裡。是的。不知道這個房屋是做什麼的？它這個外牆的設計，外牆的裝修還可以哦，還瓷磚吶，粉刷的金碧輝煌的。這裡面還有好多小房間。哦，裡面還小房間啊。啊。小心一點啊，別踩空了。這就是一個灶台嗎？這裡上面又是一棟獨棟的別墅，外牆還鋪了瓷磚，應該裡面的話有可能居住過人，但是也有可能還沒裝修就廢棄了。他連窗戶都沒裝，應該是沒住過人吧？是的，這邊基本上你看，隔個十來米遠就是一棟獨棟的別墅，這些別墅一棟估計都得投資10-20萬呢。幸好湖南這裡沒有地震哦。你看它這個裝修的風格都是那種架空式的。這裡又是一個架空的幾層高的樓房，這個更是
毛坯，架得好高的嘞，没有完成，就打了一个地基。我們剛剛走錯路了，有幾個岔路口，轉來轉去，多走了幾百米，終於找到了這個野長城了。我們現在從這個位置可以看到長城的城牆了。終於找到了。看樣子這就是傳說中的野長城。哇，我看這個路啊都被草給封住了。走這邊。這裡是基本上是屬於一個小眾的打卡景點呢，來的人不多，只是時不時的會有人過來啊，小心一點。就從這裡上去，看看，哇，它這裡還說的是這種青磚結構啊。往哪邊？先上去啊？我上去看一下。到上面去看看。哇，這裡其實也經常有遊客過來呀。你看扔這麼多垃圾。我們先到上面來瞧一瞧。這裡做的一個類似於城堡的這裡以前是不是有個小賣部啊？在這裡還做了一道木門。這裡外面的風景都被這些樹木給擋住了。是吧？所以我們剛剛在遠處根本就看不到這個長城的這個烽火台一樣的建築。我們下去走一走。當初他們修建這個野長城，這邊完全是雜草封住，我們往這邊走吧。哇，兩邊都是青磚結構這邊高一點，這邊低一點，這是仿八達嶺長城的一個建築構造啊。這就是野長城。前面雜草叢生，這就不好走啊，往前走，探路，探路，敲一敲，打一打啊。哇，這裡面是蚊蟲啊。現在是夏季了，所以雜草叢生啊。當初修建這個長城的作用是幹嘛呀？是供這邊的遊客在這裡觀賞風景嗎？蜘蛛網。都有蜘蛛網啊！這邊，我們再走一段路看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這個地方。你看地上都是青苔滿地。我們走到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來。這個地方寬度也不是特別的寬，能夠走3、4個人並排。當時古時候的人為了修築這樣子的長城，主要的作用都是抵禦匈奴的侵襲，1公里吧，一兩公里的樣子。我們基本上都還沒走到盡頭啊！哇，都還有蠻遠呢。你看這裡完全是雜草叢生了。好了，我們就往回走吧。在這個碩大的江南第一度假村裡，一路上我們看到了很多廢棄的房屋，讓人不禁感嘆，這裡的規模非常大，但是如今就這麼廢棄在這裡了，讓人感到非常的可惜。幸運的是，我們在這裡竟然偶遇了當地的一位爺爺，他每天在這裡養家禽、種菜，還釣魚，過着悠閒又自在的生活。如果換作屏幕前的你們，讓你們一個人獨自生活在這裡，你們願意嗎？好啦，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啦，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